那我买了 Arco 004，但是我觉得像是请了一个祖宗回家呀。那我们还是从键盘的外观看起，在键盘的爆炸图当中，键盘的底部是有一个金色的配重的。那我一开始还以为键盘的背面是纯平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啊，收到键盘之后，键盘的配重上还喷有键盘的名字，还和桌面形成了一个夹角。那我个人还觉得挺好看的，至少比001毫无设计的背部已经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了。那键盘的正面就显得更加的平淡了一点，那采用了宽边框的设计，视角处都只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45度的倒角。那不过好在正面的阳极氧化效果我觉得还是 OK 的，用水擦了擦啊，键盘也不会掉色。键盘的3个指示灯就约等于无了，太小了基本看不见。最后的成品从正面看上去还有那么一点点的Rama U80A 的感觉，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。那接下来说一下键盘的构造，在之前酷创者001发布的时候，大家吐槽最多的有2点。那第一个就是螺丝的孔位藏在了脚垫的后面，想要拆键盘必须拆脚垫。第二个就是固定上下盖的螺丝有极高的概率滑丝，所幸的是这2点都已经被优化了。拆开键盘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键盘使用了 Gasky 结构，它确实是一样画葫芦在模仿 Gasky 结构，泡棉还有定位板的形状都学得有模有样的啊。但是 Gasky 结构经典的软弹手感，我认为是已经几近全无。我自认为的原因有3个，第一个是键盘的定位板使用了铝合金定位板，定位板自身就太硬了。第二个是定位板留给垫片的空间太小了，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有很多垫片没有贴到位，很多都贴歪了。第3个就是垫片的数量太少，在我拆开上盖之后，就发现有很多垫片变形非常严重，而且因为键盘是98配列的，想要做到手感一致又足够的软弹，垫片的数量就应当比68配列和75配列来得多得多。哪怕都是 Gasky 结构，不同的开端团组对其套件都有进行针对性的优化，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还需要 Arco 对 Gasky 结构投入更多的思考。有朋友反馈说 Type-C 接口是歪的，那 Gasky 结构是依靠垫片固定的 PCB。如果 Type-C 接口是固定在 PCB 上，那 Type-C 接口确实有可能会出现歪斜。那我的 Type-C 接口目前来讲是正常的。那我为啥觉得买 Arco 004像是买了一个祖宗呢？这个自己买的键盘啊，含着泪也要调教啊。第一个步骤当然是要换掉 Arco 的祖传蜡基卫星轴。键盘用的是钢板卫星轴， PCB 不拆下来也能够进行调教。Arco 004的卫星轴是真的难拆啊，特别的紧。空格键用静音棉堵住了缝隙，拆卸就更是难上加难。拆开卫星轴之后就发现，空格键的钢丝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弯曲。字母区的大键我都换上了加弯的透明卫星轴，空格键的钢丝我就直接使用了 Arco 原厂的钢丝。面对我的2个老虎钳，再弯的钢丝也不得不挺直了它的腰杆了。为了打字音更加好听，我在背面贴了2层纸胶带，最后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，给大家来个打字音。键盘的价格是799，那在这个价格段上，你真的能够选择的键盘就太多了。而且因为 Gasky 结构完全失效，螺丝滑丝、祖传杂音卫星轴，让这个键盘的竞争力大幅度的降低了。其实我觉得 Arco 真的可以把发产品的速度稍微再降低一点。目前碰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什么新的问题，老的问题都没有改善，到酷创者100你也都换不了一个好的口碑。
杯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值得呀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这里是七骑士托马斯，给你一个有人情味的健全评论。让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。